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进入我们的首开期的第3个知识环节，关于价格策略以及开盘执行计划的一个知识分享。开盘前1周，我们有个动作叫装户通过我们销售的反馈A 级、B 级、C 级客户的落位通过客户对价格、对产品的判断，要确定我们的开盘方式以及推盘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的推盘价格。一般在开盘前1周，我们要搞一个摸底会。那么是这个环节里边，我们要确定我们的量价关系，推什么货，卖多少钱，以及开盘的执行方案用什么方式来开盘。这个环节是很关键的，它决定了我们开盘的走势。价格贵的卖的少，价格便宜卖的多，是吧？一定要根据客户的反馈来制定价格策略。那么一般在这个环节，开盘前1周，我们干一个事情。第一个，开盘定价技术解析，要定开盘价格，是吧？它的楼差呀、层差呀、价差呀、户型差呀、朝向差呀，这些价格的这种差别怎么定？一定要是根据我们装户结果来定的，是吧？大家都关注于顶底楼，那就顶底楼定贵一点；都关注于中间楼层，中间楼层定贵一些。一定要通过价格关系，包括我们的量价关系，来让我们的客户均匀去化，让100个筹买80个房子最好了。别回来100个筹都盯着3、4楼，是吧？结果剩下的人房子没人买，解售率低，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开盘技术就是不断的试探，最后实现一个完美的量价关系，让客户均匀去化。第2个核心呢，就是装户式动作的一个技术解析。不同产品装户是不一样的，住宅装1周，但商业可能要装1个月不同的产品的装户动作是不一样的，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讲一下定价和开盘有什么关系定价对开盘的最后的解筹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价格定的合理，解筹率高；价格定的离谱，解筹率低。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定便宜了，公司赚不到钱。所以我们说定价的这个策略也是我们营销人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要合理定价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就像钓鱼一样，这个点这个技巧掌握的非常好。你问你会不会钓鱼？会钓鱼，2个钓鱼在这钓，同样一个河，有的钓3条，有的钓13条，那么都会钓鱼，是吧？那么这个火候掌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开盘定价技术也是一个操盘手经验的总结给大家讲一下价格制定是目标向现实的妥协。就是我们的计划想赚1万，想卖18000，是吧？最后客户90%的反馈17000我买，那就不能再强调18000了，一定要把价格降下来。所以我们说理想永远是这个饱满的，但现实永远是干瘪的希望我们在定价的时候一定要相信科学所以我们说定价并非要依据某一个客观的价值来评价一定要根据动态的市场根据科学的这种设定，根据客群的这种摸排再确定由于产品结构与客群的需求的关系受市场的不断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定价永远是动态的通过定价进行适当的调整来去挤压客户均匀去化。在既定的业绩目标要求下我们尽量把价格抬得更高，但是如果在量价关系要有所取舍的时候，一定要先追求量，再追求价格溢价先跑量再拉溢价，这是我们常规的动作因此价格的制定是现实的妥协，是对前期开发和营销的一种纠偏。所以定价是动态的，在开盘前要进行价格调整，这是我们营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输出。所以我们说在定价的时候要关注2个核心技术。第一个就是量价关系的研究，就是你的客户量他们对价格的满意度。第2个就是我们的数量和周期的研究，就是我们的客户在多长时间能产生消费。一个是客户对价格的敏感性，一个是客户对销售周期的敏感性，是吧？如果你今天给我交钱，是吧，全款付的话，我可以给你优惠3个点。如果你要非要贷款或者分期付款的话，我只能给你1个点贷款。所以我们的价格有底价、实价底价、表价之分，还有什么优惠促销的一些这个策略之分定价是一个产品价值还有这个付款方式2个因素来考虑的定价是不断的试探、试错和纠偏的过程我们说定价是个时间过程在货值价格之间，大多数客户对自己产品愿意多花钱都是有抗性的，所以老百姓喜欢便宜买房子，开发商贵的卖房子，最后一定是一个价格的博弈的。但是我们房地产是不会跟别人划价的，是吧？这样的话，客户很容易产生这种一户一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工作量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的价格基本是全中国统一价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谈价的过程。一旦你价格定高的话，还有出现大批客户会死掉，所以价格定价一定是一个精准的一个估算值，这个值越科学越有效
因此无论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一次性的准确的把握客户的需求，必须要通过庄户也好，认筹也好，不断的试探客户。由于以上原因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分步的向客户释放价格，通过虚筹实筹，通过开盘前的这种升级来去试探客户的价格的诚意度，确定价格。在具体这个定价前拟定均价，然后再以楼栋价格、楼层乘车价价格上下浮动来试探客户。在产品销售后，应该对价格及时进行后评估，来经过复盘来确定这个价格制定的是否合理，对未来的价格走势也有一个预判。这就是我们说的定价原则。定价工作不是点动词，而是一个时间动词，是一个持续动作。定价不是重点，调才是。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好的产品的价格是调出来的，是跟客户一遍一遍的试探得出来的结果。那么给大家讲第二个知识庄户。那么庄户就是结合产品信息的定价原则。老师提到了我们来100个客户，最后卖了80套房子才好了，是吧？均匀的，有买3层的、4层的、5层的，买13层的、23层的，把它均匀的去化是最好的，不让大家都关注15层、16层那么庄户动作就是带价格的、引导的，就是一户一落位的这种动作。那么我们说庄户动作是什么呢？庄户就是把我们的比较集中的客群向那些冷门的区域去转化。总而言之，就是让我们趋同性的意向把它平均的安排到我们的获利里边去，叫均匀去化。那么庄户动作的核心是什么？利用我们的量价关系利用推货量以及价格差来确定我们的客户均匀去化。大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房源，这个房子贵一点，是吧？冷门地区便宜一点，可以通过价格关系让客户有个心理平衡，这样实现均匀去化。第二个就是庄户的时候一定要产生良性挤压，要知道客户的关注点，同时要知道客户为什么关注这个点进行有效的产品的解释和我们的量价关系的解释货卖一张皮，全靠你如何去引导客户不能让我们的客户都集中在某一个这个面积段里边或者是楼层段里边，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去化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虽然筹量很多，但是很多客户打架没法买到满意的产品，最后解释率低，浪费我们的客户，还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客户抗性，这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我们说营销的核心逻辑关系就是让我们的客户通过量价关系均匀的排布到某一个楼里边去，把我们的客户意向转化成我们开发商需要的意向。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总结，利用我们的推盘策略和价格策略进行均好性的输出。与其他领域的销售不同，房地产的销售工作价格确定是要依据客户的信息而调整的，量价关系往往是开盘成功与否的关键。制定好的价格是确保产品均匀去化很重要的核心技术一般难度小的项目差价低，老百姓均匀去买，但凡产品差异性越大的产品，价差越大，销售难度越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庄户和定价的核心逻辑。第4个关键点，关于开盘动作以及复盘会。在首开期里面，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节点就是这一天我们终于开盘了。通过开盘前45天，我们续了课、升了级、认了筹，到这一天里边大家都很紧张，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大家都有关注最后成交的这种比例。那么开盘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工作呢？孙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开盘动作以及复盘会需要关注的内容。那么在开盘技术里边，我们有3个核心知识第一个是点动词开盘技术应用，第二个是开盘后未成交客户清扫执行，第3个是开盘复盘会。老师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次开盘一天要做3件事。开盘上午把那些个对价格有承受力的客户杀掉，那么开盘下午我们还有一个扫尾动作，把那些个价格稍微接受不了的利用特殊优惠的方式再次2次斩杀，我们叫做清扫执行。那么当天开盘晚上要对开盘当一天的做一个复盘工作，要了解一下开盘的信息，成交和未成交客户的原因分析，对我们未来开盘留下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这个内容和知识。如果今天晚上不开复盘会的话，明天再开的话，很多东西都忘掉错过。所以我们说开盘这一天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能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份技术。那么先讲第一个核心技术，关于点动词开盘技术的应用开盘到底是为了解决溢价的还是增量的我们营销工作追求的是量价齐升，把贵的东西卖快了，就像 LV 的包包一样，越贵买的人越多，是吧？新河湾的房子就是这样的，越贵反而倒有人抢。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量价齐升呢？原则是可以的，但是要有分工。比如说开盘第一天，上午的开盘是追求什么呀？追求溢价，通过挤压逼定的方式、抢房的方式，让那些把高价格的客户买走了。我们追求了溢价。下午的扫野，适当给些优惠，让那些买不起高价格的人再回来再打折卖一些便宜货。所以我们开盘一天是2个动作，上午追求溢价，下午追求跑量，下午是增量啊。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开盘一天其实是干2件事，一个明线，一个暗线。明线是集中抢房，暗线是点动词定向爆破啊。不同产品选择开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之前给大家讲过，开盘要关注的4个事情啊：客户量、以退货量、摇号数量和科学、选房的流程啊，包括房托的应用。这4个技术是我们开盘上午要关注的内容啊。根据我们的产品信息、客户的数量以及价格策略以及我们的推盘策略，来合理有效的逼定客户，让200个抽卖了80套房子。然后让有钱人买了我们高价值，那些个犹豫的不想买的客户下午再来啊，领导再跟他交流，给他额外的1个点2个点的优惠，再买便宜的房子。所以我们一个开盘上午是追求溢价的，下午是追求跑量的啊。开盘是分为2条线的。及时收集开盘未转抽的一个客户信息，对未转抽客户进行一个信息的收集。老师讲过了啊，开盘后12点到下午的1点半这90分钟要双90战略。就给客户打一个90秒的电话，前45秒速超越，邀约客户下午回售楼处，稳定客户情绪；后45秒了解客户未解抽的原因，真实用意啊，摸清客户未解抽的原因，是吧？然后未转抽客户及时的安抚措施，以及未转抽客户的2次邀约到访计划，在1点半到3点之前制定好。把上午没解抽客户下午邀约过来之后，以送礼的方式、经理总监参与谈判的方式2次解抽、2次闪杀，这个动作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大家试过之后才知道啊，所以我们说开盘是一个时间动词，而不是个点动词。开盘当天的工作是很有深度的，开盘后7天和15天动作一样精彩啊。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啊，我们就不展开讲。那么给大家讲一讲开盘后未成交客户的清扫的执行。那么上午9点到12点选完房之后了啊，客户离开售楼处了，那么我们真正的交易才开始。啊，有很多人下午啊庆功宴，大家喝酒去不醉不归，这是不会干的啊，不专业的营销操盘手。真正的开盘是从上午我们跟客户偶遇了，我们这个价格有人满意了，有人不满意了，只有第一波开盘之后了，我们才能试出客户的满意度，然后下午针对那些不满意的客户再有针对性的调整，把后边那些未解抽客户把它转抽掉，下午的技术才是含金量更高的。真正的战役是在开盘后才开始的。未成交客户的分析，客户营救计划的制定，未转抽客户的信息搜集，一定在开盘后越快做越好。客户的营救计划的制定时间及方式，在下午就展开。客户答谢会计划指标的制定，客户邀约计划的制定，以及加推计划，都是在当天开盘之后摸清客户底牌之后再去实施的。所以我们说的开盘，我们4次接触：开盘上午、开盘下午的扫野，开盘后7天的客户答谢会，以及开盘后15天的加推，它是围绕着客户逐渐的去挤压，通过推还节奏、价格优惠、老带新假政策的优惠，以及新加推的产品的再选，通过4种方式去试探客户，让客户对价格敏感的、对产品敏感的、对楼层敏感的、对客户的购买状态敏感的客户，逐渐的分批次的解抽，实现均匀解抽。通过4个动作啊，开盘后15天的连续动作，实现高转化率。所以我们再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开盘它是一个时间动词，并不是点动词。有很多年轻的操盘手，师傅不合格，没教会你们如何开盘，我们到手的业绩就会从指甲缝里漏走了，是吧？本来客户一哆嗦，再来一次就能成交的，结果你没有骚扰他，他本来99度的热度的，最后2天之后变成敌人了，绕开售楼处走，买了竞品项目也不买你们家，到手的业绩反倒成了别人的嫁衣，非常可惜。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结论啊，高解抽率的确保是靠分段式多频次的转抽啊，多频次接触客户来实现的。一个开盘啊，开盘后15天是我们叫强销期，它会有3到4次接触客户的机会，大家用好这个机会，把那些个热度70度80度的人啊，把它做成100度，很容易，比那些个找新客户再转化重新做水容易很多。前面做了很多铺垫动作了。转化未解抽客户才是我们强销期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好了，讲第3个啊，开盘复盘会。什么是开盘复盘会
开盘当天要及时的搜集客户的信息，把开盘的这个总结在当晚必须要开掉，不管多累，必须开盘当晚开掉，杜绝一切内部庆祝仪式。开盘只是开盘动作的一个基础环节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上午只是一部分人对价格没有抗性的人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对要有抗性的，如何把它们转化掉，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第一时间安排销售员完成上一批工作，了解客户的为什么不买的信息，因为这个时候他才敢跟你说实话。再过2天再问的话，他就不说实话了，是吧？第三个，如果以上的管理人员要参与开盘总结，要详细分析客户的购买心态，这个开盘成功还是失败，什么样的人买了，什么样的人没买，如何救出他们。第四个要提醒大家的，要核对销控，因为开盘比较乱避免一房二卖。如果出现一房被2个人买了，是吧？当天晚上解释清楚了，调整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让客户接受的。但如果过了一两天之后才发现的话，这你除了给你打官司投诉，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讲一点，养成复盘会习惯是每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好习惯。希望大家在不断的工作当中不断的总结，利用我们工作总结出来的成果，对下一次工作带来很好的支撑和帮助。好了，继续回来继续我们的学习给大家讲讲我们的开盘的第5个关键环节，就是我们的加推2次开盘环节。那么加推2次环节，我们有2个核心环节，就是开盘后7天的客户答谢会，以及开盘后15天的加推动作，又叫2开动作。那么这2个动作是意向客户清扫的很重要的技术环节，相当于2次开盘。我们先讲一讲客户答谢会客户答谢会顾名思义不是给我们买房客户开的活动，而是把以前认筹客户所有接触我们产品的客户都要邀约过来，所以它的规模跟开盘的规模是一样的，既要把已买房客户邀约过来，还要把未买成客户的认筹未解除客户一并邀约过来，因为这个活动等于2次开盘，是吧？这个活动有4个核心技术。第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要逼定前面那些个买过房的人7天了赶紧来交钱。第二个，激活老带新，让买房的这80户带新客户来买房子，是吧？第三个，同时要逼定这未解筹的120个人，通过这次活动能不能转筹，2次转筹。第四个，让买房客户挤压未解筹客户。这个内容之前的课程内给大家讲过了，不再给大家讲了，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这个客户答谢会我们需要关注的内容知识点。原则上开盘后1周必须举行是我们签约逼定的一个利器，把前面买房的客户用7天的节点逼定他交钱第三个，未转筹客户的再次救出良机，通过这个活动把那些未解筹客户邀约到案场通过我们的额外的老带新做假老带新，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上面有老带新嘛，是吧？可以给他做个额外的优惠，比开盘前还优惠，1对1的进行输出，把那些个价格敏感的客户再次斩杀第四个，老带新政策的植入第5个，活动内容必须由业主感言分享，让这些买房客户去教育那些没买房的客户，给他们施加心理暗示压力，同时给他们留出这个买房喜悦的这种引导性，让他们就范最后一个，物业服务圈层升职的主要内容。这个活动不用请明星，找一些个特殊的物业保安，打军体操什么胸口碎大石特定碎玻璃瓶是吧？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客户来，但不是为了看节目来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2次加推的这个客户答谢会就等于2次开盘这个环节大家一定要用好用好之后会有一个出奇的效果会有很好的惊喜。客户答谢会等于2次解筹标准动作，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好这个技术，把前面那些未解筹客户再次救出解筹，同时利用我们客户答谢会的老带新的政策优惠，再把前面开盘的优惠再加1个点，再去刺激一下老业主这个没买房的客户，让他们实现高效转化。那么第2个核心点就是加推，原则上加推是在开盘后15天，等于是2开，又拿一些新产品让客户选一选。那么加推动作会有3批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第一批就是第1次开盘没买到房子，没选到满意房子的人，这个客户不要再挤压了我们有下午的扫野，1周之后的客户答谢会已经挤压他3次了，这回提前收他钱，让他先选房，一定要优先选房，是吧？像王姐那样的1次没有选到8层以下的，这回2号楼出来你先选，是吧？还那个价格先选吧，是吧？这不要再逼他了。第2批客户老带新让那些老客户7天之后带我们的客户来选房子第3批客户就是看了首开广告来的新客户，再杀1次。
加推动作开盘胜于意向客户的清扫动作的详解，原则首开2周为加推良机，针对首开未解除客户意向定制加推产品，精准装户定向邀约，限时开盘优惠，定向挤压，老带新政策可适当植入，激活老业主。所以我们说至此一次开盘才结束。我们一次开盘是由第一天开盘的上午的挤压意向必定，下午的扫野，7天后的客户答谢会，以及15天之后的加推4次接触客户实现的。我们说开盘的最有效的方法，不管他买多少卖多少，我们的营销操盘手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开盘技术，不同的接触客户的一个频次内容，了解客户的购买意愿为我们的价格输出和我们的推盘策略提供依据。至此一次开盘才宣告结束。所以大家记住一点我们的开盘技术是一个时间动词，不是一个点动词，是要通过多次接触客户，了解客户意图，来逐一通过价格策略和推盘策略转化客户，实现高转抽率。好了到这儿我们首开阶段的内容全部讲解完了。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接下来下节课给大家开始讲第5部分续销期阶段的营销管理心得解析。我们下一课再见。